这里就是云南红河的元阳梯田。元阳梯田也是红河哈尼梯田的核心区。整个红河哈尼梯田将近有100万亩，元阳梯田基本占了17万亩。这次在元阳梯田玩了2天，还有幸遇到了很多粉丝朋友。在元阳梯田看了这里的日出日落，也走了几处最美的梯田。现在就带大家一起看一看元阳梯田。上期视频拍了云南各旧的加吉寨梨花，很多朋友都非常的喜欢。离开了加吉寨，我们前往云南红河州的元阳梯田。红河是云南的哈尼族彝族自治州，这里的民族非常的勤劳，世代耕作，创造出了举世罕见的红河哈尼梯田。红河哈尼梯田也是世界文化遗产。先来到了坝达景区，整个元阳梯田的面积非常大，大概有17万亩。这里有大大小小的若干景区，其中绝大部分都是天然不收费的，只有2、3处是收费的。坝达景区就是收费景区之一，所以这个地方有比较好的栈道和一些配套设施。门票70，包含了坝达景区和另外一个多依树景区。下午这个景区没什么人，其实来坝达景区的人主要是来看日落的。现在是下午将近5点钟，来看一看在坝达景区能看到什么。四面群山围着一个非常开阔的山谷，下面就是层层的梯田。哈尼梯田是哈尼族人历经千百年，通过世代耕作，形成了现在这样壮观的梯田。在坝达梯田有2个观景平台，距离都不远。如果仅是在观景台看一看梯田，1个小时足够了。这是第2个观景台。18年曾经来过元阳梯田，在这里看过日落，感觉不是特别的好看。梯田离观景台的距离也比较远。在这里停留了10分钟，我们准备去另一个梯田去看日落。前面就要经过多依树景区了，晚上会住在这附近。路上遇到很多的学生，这个好像是办喜事的。喜事，这是喜事，喜事还行，喜事。对，写的喜，喜事就可以了。7点50才日落的。我们现在前往的是大瓦遮村，新楼也还行了，挺好。那这种颜色还可以，不是特别蓝也可以，因为现在天不是蓝的。去往大瓦遮村的路上，经过了蓝色梯田。这个地方上午来颜色会更加漂亮。离日落的时间还早，先在这蓝色梯田看一看。多远？小孩走那么远是吧？我上次就往下走了，很远。继续前往大瓦遮村的落日观景台。下面没路了，没办法。没路了。调路不好，头都不好调。等于还是上面那个更开阔一点。这个观景平台是免费的，比较原始。上去这有点挡。它被树挡住了。对。我们来到了视野比较开阔的地带，这里正好可以看日落。是这儿最好的吗？这边现在老虎嘴没开是吧？老虎嘴没开。对，老虎。看看这个免费的观景台，
是不是不亚于刚才那个坝达的观景台？你要是在坝达的话，你必须要太远了，坝达。远报道。对，那个手机一打开，那个拍出来就一大块。巴达是很大块。在元阳有很多这样免费的景点儿。还有一个龙树坝是吧？龙树坝这边的那个也可以看日落。别的，我马上甩，就是他。老刘，北京老刘来了。哦，比那个去年那个10月份、9月底胖。我肯定胖了，我胖了10斤有。胖了。3月10日，你看北京老刘在云南，我感觉往下吧，你看碰见他的粉丝。在这个地方竟然被来自好几个地方的粉丝朋友认出来了，都是热爱旅游的朋友。在这边才有语言啊。北京老来亲这个老师，那老师，阿姨，麻烦你给我们再照一张这个。好的。好的，刘老师照一张。好，来。见的和北京老刘在天线里头照一个。很多粉丝朋友的摄影装备都非常专业。他配乐也配的特别好。哎，跟那个美景和那个人的声音都配跳出来呢。跳出来，请你帮我们合个影。哎，好嘞，好。我们是贵州的。贵州的哈。我是天津的。天津的。哈尼。哎呀，那真是全国各地呀。高点就是。啊。一人一说。这首先都不是一起来的。哎，不是，大家都说网名就得了。我天津的乌拉。成都的海啸。汉提田的小李师傅。贵州的毛小云。北京老刘。贵州的马。贵州贵阳的毛华。不是海。真是非常的有缘分。光已经出来了哈。你用一个这个叫什么呢？就是云台。这样子呢就不是稳定是吧？大家一起在这里等待日落。想想能够被粉丝记住并热爱，也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情。也利用这个机会向关注支持我的各位粉丝朋友表示感谢。今天在那个什么梨花那边。据说在元阳梯田看日落最美的地方是在老虎嘴，不过这2年老虎嘴经常塌方，一直在维修，没有开放。一般游客更多的选择是去坝达景区看日落，而当地人尤其是民宿老板更多的是推荐这个免费的大瓦遮村日落点。这个无人机是刚刚见面的网友网名叫乌拉的在飞，顺便帮我飞了一个，看看效果。我在白云上行走，光芒它照耀我的身后，故乡再次停留，来得太久，来得太久。怎么样，水平还不错吧？其实我也经常看粉丝留言，我发现在我的粉丝朋友中有很多都非常有才能，他们热爱生活，也热爱旅游，所以我也总能在旅途中碰到一些粉丝朋友。很多人只要听到我说话，就能认出我是北京老刘。太阳马上就要落山了，这时候刮点小风就会觉得比较冷，需要加件衣服了。看看下面的梯田，元阳梯田的面积很大，一般来这里旅游都要至少住1到2晚。这里的景区也比较多，所以今天主要是拍了元阳梯田的日落，特别是在这个大瓦遮村的日落观景点遇到了好几个网友，我们一起在这里欣赏了元阳的日落，一起看着太阳一点点的落下去。
我的情意总是轻易就洋溢眼底，我曾经想过在寂寞的一抹晚霞也照亮了下面的梯田。你终于在意在我的房间里，你闭上眼睛亲吻了我，不说一句紧紧抱我。今天是来到元阳的第一天，看看用无人机拍摄的元阳梯田。我是爱你的，我爱你到底。明天准备去元阳梯田最美的几个景点：多依树的日出、蓝色梯田，还有阿者科美丽的小村庄。就像片头所展示的几个镜头，元阳梯田真的非常美。你爱我到底。这里就是元阳梯田。元阳梯田位于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。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，勤劳的哈尼族人根据这里的地形地貌，历经1300年，创造出了这片接近100万亩的红河哈尼梯田。凡是来过哈尼梯田的人，都被这里的梯田所震惊，也因此红河哈尼梯田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。大家现在看到的元阳梯田是红河哈尼梯田的核心部分，也被誉为最美的梯田。这里的梯田面积也达到了17万亩。用无人机拍摄的元阳梯田简直是震撼大片儿。这里的很多小山村也宛如世外桃源。今天继续带大家来欣赏一下这美丽的梯田。今天要去的有3个地方：多依树景区、蓝色梯田景区和阿者科景区。地线就是交200押金。昨晚在大瓦遮村看完了日落，来到了多依树景区附近住宿。这里距多依树的日出点只有几百米，走3-5分钟就到了。民宿非常干净，晚餐又好吃又便宜。像这条清蒸鱼只有40多元，已经被我吃光了。一大早7点钟就前往了多依树景区的日落观景点。这里离民宿很近。一大早景区就有查票的，我们昨天买了70元的门票，包括这里和昨天的坝达景区。前面的观景台上已经来了不少游客。这里的观景台修得很大，有好几层，足够站几千人了。不过现在因为各种原因，游客确实比较少。下面的梯田里都注满了水。来元阳梯田最好的季节是在每年的冬天，12月底到3月，因为这时候几十万亩的梯田都注满了水，所以来元阳梯田一定是看有水的梯田。
因为等梯田里的庄稼长出来的时候，反而就没有这么漂亮了。早晨的云雾比较大，这些云雾飘得很快。看看上面观景台上看日出的人，这个观景台修的还是非常漂亮的。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，再也没能忘掉你容颜。这里的树也开花了。梦想着偶然能有一天再相见，从此我开始孤单。我在18年的时候来过这里，这次又来了。想你时你在天边，想你时你在眼前，远处云丛中露出了霞光。想你时你。像水墨画一样的梯田，这是勤劳的哈尼族人为地球献上的一幅美丽画卷。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，再也没能忘掉你容颜。梦想着偶然能有一天再相见，从此我开始孤单思念。看完日出，回到了民宿。这是我们住的民宿的观景房。原样梯田的住宿选择很多，便宜的100块左右，像这种观景房200-300的也很多。下面的梯田就是多榆树景区的梯田。吃过早饭，退房，我们继续游览原样梯田。我们先去蓝色梯田。有海盗。蓝色梯田离我们住的地方只有几公里。就是蓝田的梯田，蓝色梯田。这个蓝色梯田所在的村落叫爱村。观赏蓝色梯田最好在上午10点钟以前，这时候梯田里的水都非常的蓝。梯田的面积很大，一层一层的往下，有一些村民在路边的梯田开了个口，收费5元可以下去。梯田确实非常蓝，倒影也很美。不过走在梯田中的田埂上还是要小心一些，远处有村庄、云海，景色真的很美。我们在这用无人机拍了照。
这就是通向下面梯田的小口，牌子上写着爱村。在元阳经常看到村里的小孩和老人售卖一些东西，或者守在梯田口，他们都穿着民族服装。我们沿着田埂小路往阿者科村出发。阿者科村是我非常喜欢的元阳一个小村落。随着路牌和地图走，现在的阿者科村已经被打扮成了一个美丽的村庄。这里也有很多非常漂亮的民宿，很多民宿都可以直接看到美丽的梯田。田里耕作的当地农民，这是一个民宿的观景台。眼前的景色太美了。我们继续往前走，前面看到美丽房屋的就是阿者科村。这里的很多梯田也是彩色的。对面来了一头水牛。这就是爱者科村的入口，这里都是百年古道。跟着我去参观一下这个美丽的小村庄。村里使用的都是天然的山神水。美丽的民居，村里的人正在吃大餐，用山神水洗衣的当地人。鸡犬相鸣的小村庄。村里的古树广场，这白色的是梨树吗？广场有几棵非常高大的古树。从这个古树广场看远处的风景非常美。去下到梯田的田埂拍照。太喜欢这里了。继续往前面走，有个观景台。这个阿者科来的游客不算多，不过一般资深的旅行者都会到这里来。其实这里还有一些徒步的线路，不过今天我们只是简单的到观景台来看一看。这儿的观景台竟然没有一个人，简直是太爽了。这里的视野非常好，
看一看这里的梯田，真的是大自然的杰作。这里的梯田一格一格的密度都非常大，我想任何一个大画家、艺术家来到这里都会惊叹吧。这样的美景几乎没有语言可以形容了。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吧，留一点回味。这里是离昆明市不远的弥勒市的东方韵小镇。这个艺术小镇里有很多奇形怪状的建筑，吸引了很多游客的到来。这次正好经过，顺便参观一下。弥勒市和弥勒佛这两个字是一样的，但是据说并没有什么关系。据说弥勒市的气候是非常适合养老的，所以很多人来这里旅居。这次没有在弥勒市逗留，直接来到了东方韵小镇。这个小镇是一个新兴的旅游小镇，属于国家4A 级景区，门票60元，景区交通车往返20元，坐车去看一看。您好，欢迎使用东方韵小镇。中途是沿途看到的景色有观景的栈道，还有风车。景区交通车可以停2站，很快就到达了第1站，感觉也就1公里左右。其实来东风韵小镇5、6月是最好的，因为这里有大片的薰衣草花园，这里还有东方的普罗旺斯之称。不过现在这些花田里都没有花儿。回来吧。继续坐景区的交通车前往下一站，主要的景点都在下一站。其实整个的景区交通车也就1公里多，感觉没必要坐，所以打算回来徒步。这里有个文创一条街，这是个书店，里面的格局还比较有特色。现在国内有很多地方的书店都被打造成了网红书店。继续在这条街上逛一逛，游客非常少，几乎没人。这是个卖文创小礼品的。这条街的河对面就是非常有特色的建筑了，猛一看有点东南亚的风格，红砖建筑，这个就是网红打卡地。这是文创街这边的水池广场，都是由碎瓷片，好像是青花瓷的感觉。文创街这边也有一些餐饮娱乐设施，不过没有什么人。设计得很别致的绿地广场。弥勒属于亚热带地区，所以有一些热带植物。现在走到了东方韵小镇的核心地带，这里叫做万花筒艺术庄园。
这里有几组建筑，最醒目的就是前面这个，造型非常特别。这是云南的一个建筑艺术家罗旭设计的。外形的设计既像是个酒瓶子，又像是火焰。因为据说这里盛产葡萄酒，所以有点像酒瓶状。另外这里是彝族的所在地，所以建筑像彝族的火把节的火焰。当然如果你充分发挥想象力，也可以想象成别的东西。好像几个门都关着，没有进去。从这个角度来看看这个建筑，还挺大的。看看这造型，很多人都是因为这个建筑被吸引到这里来的。这个角度更像是东南亚的感觉。旁边还有个半朵云艺术家会客厅建筑，这里边可以免费参观。看看里面的感觉，这里被打造成了一个高档的咖啡厅，或者说是酒吧，名曰艺术家会客厅。抬头看看建筑的顶端，应该就是细细的小口透光用的。这里面环境真的不错，非常有格调，里面的价格当然也会贵一些。据说弥勒这边也盛产葡萄酒，所以这里很像葡萄酒庄园，非常别致的艺术品造型。从会客厅出来，这边门外也有很多的小店。很多地方都非常适合摄影拍照。湖对面还有像是酒店的建筑，总体感觉这边非常有艺术氛围。现在刚刚3月初，这里的气温也接近27、28度了。不知道5、6月这里薰衣草盛开的时候会不会很热？再从这个角度看看建筑，感觉酒瓶子的数量还真多。农垦纪念碑。游览完万花筒艺术庄园，准备徒步沿着湖往回走，中间又路过了这个像印章的建筑群，也有很多餐饮小店儿，价格不贵。湖这边有喷泉和鲜花，在这里休息休息，还挺有度假的感觉。这个东方韵艺术小镇几乎所有的建筑都是由红砖做的。湖的对面有一片花海，不过不是这个东方韵小镇的景区。湖边还有皮划艇、划船的项目。对面是另外一个景区。这边的湖边没有安排栈道，
有很多树木遮挡。右侧就是一片巨大的花海，但是现在没有花儿，好像都刚刚开始种。湖边有个非常醒目的粉红色的风车，风车像是个亭子，可以休息。所以如果在景区里不坐景区的交通车，单程半个小时足够了。总体感觉这个东方韵艺术小镇比较有艺术氛围。平时的价格60元确实有些贵，如果要来就等到薰衣草盛开的时节来吧。最后用无人机来欣赏一下这个艺术小镇和周边的风光。